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在政治风云的场合能够获得权力的女人。你看，汉高祖时期的吕后，汉文帝时期的窦太后，包括大清影视剧里写了多少回着了，像孝庄皇后，像慈禧太后。但是这些人，她真正的掌握权力，都是她当太后时候掌握权力，就是皇帝本身挺不起来，是他的晚辈儿，那么他这个时候利用自己的手段，包括和自己的亲属，这个我们叫外戚，来结合获得权力。但我们今天说这个专权的女人的和谁都不一样，她掌握权力的时候，她并不是什么太后，这只是她跻身个阶梯，最终她当了皇帝。我一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要说谁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打破了女人不能当皇帝的惯例，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一直到宣统帝下台，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女皇帝爬上了皇帝这个宝座的。她一开始也是从后宫作为妃子的位置上一步一步上来的。你看一开始入宫这个武才人武昭仪到妃一直到皇后，她真正武则天接触政治的，可以说这个时候她已经36岁了。这个时候她已经是皇后了。谁的皇后呢？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唐高宗李治呢，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历史传闻呢，说这武则天呢进宫了，先伺候唐太宗。后来这个唐高宗看上来，就说其实这爷俩喜欢过一个女人。但唐高宗继位之后呢，武则天步步高升，36岁的时候已经是皇后了。那么就在这一年呢，武则天36岁，她是公元624年生人，公元660年，这一年唐高宗犯了病，眩晕症，就是歌三唱五突然间就头晕目眩，啥也干不了了。皇上，怎么了？真的病又犯了，头晕目眩，连字也看不清了。皇上最近太劳累了，让媚娘来批吧。媚娘，那就辛苦你吧。所以这个时候高宗李治皇上每当犯眩晕症，说去，你给我看奏折，你来给我批示文件。所以36岁的武则天开始正式接触政治。那么这个过程呢，武则天当然不满足，因为她虽然开始批这个批那个嘞，核心权力还在自个儿丈夫李治呢，她也注意培养自己的势力。但是满朝文武的，她刚开始掌握权力，很难就有这个绝对的信服。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没有露出她的野心勃勃的一面。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决定我要向皇位进军？是高宗皇帝死，唐高宗李治去世之前，这不立这个太子吗？立太子就是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继位，天后就指武则天，就是意思人家国家大事有什么事吧，你没弄明白的，征求一下武则天的意见。这一句话给武则天留下了很大的权力。有的人说这唐高宗糊涂你知道武则天这么精明，而且有政治野心，你还让有军国大事告诉大臣和皇帝要跟武则天商量，你这么坑你儿子唐中宗李显。其实咱们说这话是纯属马后炮，你回过头来武则天有野心能干当皇帝你是知道了，当初唐高宗李治是不可能这么想的。为什么呢？你琢磨琢磨，这个中宗李显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在中国历史上以往的历史里边，女人到这到顶了，你儿子是皇帝，你是太后，你还想怎么着？所以这个高宗李治琢磨呢，是想用武则天的才能帮助自己的儿子把天下立住，才给了他一定权力。而且同时呢，他这有人说你帮助你儿子，那可以有顾命大臣辅政大臣呢。这个高宗李治呢定了辅政大臣，辅政大臣是当朝宰相裴炎。那为什么既定辅政大臣
他对朝政了解很充分，应该比武则天还好，怎么还有给予武则天这种可以有事跟他商量的这个权利呢？那是因为高宗李治吃过辅政大臣的苦头。唐太宗李世民死的时候，高宗继位的时候也有辅政大臣，2个宰相，一个是长孙无忌，一个是房玄龄。这2个人历史很有名，正因为这2个人能力很强，把朝政把持得死死的。很多事儿呢，这个高宗李治都说了不算，2个辅政大臣手头结。皇上，您是皇上，大堂上流泪，这成何体统？是，朕是没有面目坐在这个朝堂之上。皇上，你是太人弱了。朕人弱，先皇是知道的，你也知道，所以先皇帝让老臣辅佐你，望皇上不要辜负了先皇帝的希望。皇上，你应该刚强起来。这刚强不了。所以这个唐高宗觉得，如果都有辅政大臣来把持朝政，我这儿子也够呛。所以呢，把武则天抬出来，有事跟天后商量，他是为了让武则天制衡辅政大臣裴炎的权力，帮助自个儿子能够顺利的亲政。当然，这几条原因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个继位的这个唐中宗李显不让人省心。其实唐高宗挺看不上这儿子，为啥？这个李显有点缺心眼儿，搁现代话说挺莽撞，他很难独立处理政务，所以这才抬出武则天，又抬出辅政大臣裴炎，当朝宰相裴炎来辅佐中宗李显。可即使是这样，就加了保险了，这李显也不成器。继位36天就被武则天和大臣合伙给废了。什么原因呢？不作死就不会死，怨不着别人。这李显太能作，这不他一上台，一下子觉得自己这天地都我的了。什么自个儿娘武则天，什么辅政大臣裴炎，我现在老天第一。他开始胡作非为，怎么胡作非为？从用人上，他第一件事是越级提拔自个老丈人。他老丈人姓韦，叫韦玄真。臣裴炎参见皇上。是裴大人来了，皇上召臣来，不知有何事商量。即使也没什么大事，朕这里有一道诏谕，让你们中书省呈送门下省去议议吧。朕已经查过了，豫州刚考缺一个刺史，就让韦玄真去上任吧。皇上，臣以为不妥。怎么不妥？韦玄真据说是七品典军，那是小小的武官，现在要提拔为五品文官，臣只怕用人不当，会造成地方政务混乱，不能造福地方，苦的是百姓啊。就文武，这就好比的，他就不能调一调，把一个乡的乡长直接提拔成省里某厅厅长甚至副省长，完全不符合任命程序。所以这个事儿很多人看不惯了，你哪有这么提拔你老丈人的？接下来又干件过分的事儿，他奶猫，就皇儿这奶猫，奶妈的儿子，平民百姓的，说白就个流氓地痞的，平地起高楼给提拔成五品官，你是完全不走组织程序。所以这个引发了满朝上下有意见，而且他这种越级提拔没有经过辅政大臣裴炎，也没有向自己母后武则天汇报，独断专行。老梁故事会议为你讲述一代禹皇登基之路。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当然，要是就这两件事儿，还不足以造成武则天要把这皇帝给废了。他后来越干越过分，他继续提拔他老丈人韦玄真，要提拔什么？提拔他当侍中。皇上要送官，也不是这样送的。才几天，你的岳父大人就步步高升，会领天下官员寒心的。这愿意，朕就是将整个天下交给他韦玄真，也是朕的事，与你何干？
怎么就当不了一个侍中呢？啊，侍中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宰相。说白了，你从原来一个乡长给提拔到一个厅长，又厅长趴下要整成国务院总理，干啥呀？这太狠了吧！所以裴牙看不下去了，赶紧进宫找武则天。太后娘娘，这县吏一胎弄不好，皇后把他家的人一个一个弄进宫来，那就是外戚干政。我知道，必须阻止皇上的。太后娘娘，阻止一件事充易，那下一次呢？如果皇上和皇后的心思不在国家社稷这儿，那将来配爱情，那你说呢？太后娘娘，皇上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皇上，那把皇上给废了。裴炎跟武则天一商量，这么下去，这孩子早晚做出祸来。所以在公元684年，当时这皇帝呢，也就当了36天。武则天跟裴炎一商量，这时候武则天其实你就能看出来，掌握着朝政的决策大权了，就把中宗李显贬为庐陵王。奉天承运，太后诏曰：废李显为庐陵王，即刻忧于别所。今此，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母后？你要把大唐江山送给韦宣镇，难道这不是罪过吗？我岂能容忍你这个例子？蜡烛推是不要母后，然后让谁当皇帝呢？让武则天最小的儿子李旦上来当皇帝，代替李显。那么这个李旦上来当皇帝，武则天可没客气，别看是自个儿小儿子，其实就等于把他软禁起来了。朝政大事都不由你做主，大权都是武则天手呀。今日有什么事要启奏吗？臣想问问太后娘娘，皇上他怎么了？皇上龙体欠安，这几天就不上朝了，一切有我在啊。是，有太后娘娘在就好，是吗？有些人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那你很多老李家人不放心了，说这不就是外戚专权吗？后宫干政吗？这里头有人不满。这时候呢，英国公李敬业站出来了，以匡复李唐天下名义造反。我们都是大唐的忠臣呐。现在这大唐的天下被武后给篡夺了，中宗皇帝被废，睿宗皇帝继位，实际上被武后软禁。那武后想把这大唐江山运用到武家的天下，各位能答应吗？我答应，我答应。好，本官将在扬州起事，讨伐武后，还我大唐江山。讨伐，比如说你看老李家人站着，还真不是说李敬业不老李家人他不姓李，李敬业这英国公原来姓徐，他是谁的后人呢？咱们有不少朋友听评书《隋唐演义》说贾家楼结义，老大魏征，老二秦琼，老三徐茂公。这个李敬业本姓徐，是徐茂公的后人。后来呢，由于家族立了大功，赐姓李，就你跟皇家可以姓一个姓，就赐姓。这个英国公李敬业其实应该叫徐敬业站出来了这要匡复李唐天下。当然英国公李敬业这起兵比较仓促，当时唐朝天下那时候正是隋唐之乱过来，老百姓人心思定，没人愿意打仗。更主要武则天有一手很厉害，他派谁去迎战？派李孝义，左御林卫大将军李孝义到了，好啊，传将军进殿遵旨，传左御林卫大将军李孝义进殿。这李孝义是谁呢？等于是中宗李显李代他们的爷爷辈儿，就说白了是唐高宗李治的堂叔，叔辈叔叔。就活着这些老李家人皇族，他岁数最大，他辈儿最大。这人会不会打仗呢？根本就不会。下边再个副将帮他，为啥让他去？
你英国公李敬业说匡扶李唐天下，你看老李家辈儿最高的人跟你干仗，匡扶李唐天下，你怎么能打辈儿最高的呢？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很快英国公李敬业对，这是武则天端权以来遇到的最大一次挑战。对于这次挑战，武则天可以说如履薄冰的过去了。那么这波过去之后，武则天断定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再继续下去自己早晚会被老李家人直接给掀翻。所以这时候他开始了真正向帝位进军的一步一步开始了。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呢？先把这个辅政大臣裴炎拿下。怎么了？裴炎的案子已经查清了，没想到替他说话的人也大有人在呀。这一次娘娘面对的几乎是整个朝廷的反对力量。裴炎的势力太大了吧？不是他裴炎的势力大，而是他们怕大唐的李氏江山会落在我这样一个女人手里。他们就怕一个女人掌管天下。那娘娘你打算怎么办？对裴炎是杀还是放？此时绝不能手软。你的手一软，接下来的就是你的人头要落地了。是，娘娘圣命，杀伐决断。此时不得有半点闪失。你只杀掉裴炎，越快越好。那接下的事顺理成章，他就开始糊弄老百姓了。怎么糊弄老百姓？让自个侄子武承嗣可天下找什么祥瑞吉兆？什么叫祥瑞吉兆？咱得知陈胜吴广起义，买条鱼，把鱼肚抛回，一看里边有绸子，上面写着陈胜王。你看这个我老天爷让我当王，这就叫祥瑞吉兆。咱知道祥瑞吉兆都是糊弄人的，有很多皇上上位最喜欢和这联系。娘娘皇上，现在洛阳宫的天空上出现了无数的红叶花，是吗？那我们去看看吧。红鸟冲喜我吗？去看看，不能热于我叫他打雷日桑曼。天降祥瑞，太后皇上吉祥啊！太后皇上吉祥。儿臣在辞皇帝，恳请母后登基为帝。儿臣请降为皇嗣，并请改母后之姓，改姓为武。其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回？咱补水浒知道，宋江，梁山伯108将居易正吃喝的，但是他降坑，说道理找有什么，弄出块石碑来，一看石碑上呢都写好了，36天罡星72地嘎星头一位胡宝义及时雨宋江，第二位玉麒麟卢遵义，然后军师吴用武入银龙公孙胜等等等等。有心思不听这个的那些底层的军官武将老天爷给安排好了，那得听那听大哥的，其实就是糊弄这帮二傻子呢。非把这个都找齐了，武则天同时给自己起个名，造个字，上边一个日一个月，底下一个空，日月当空，这个字念照，意思我武则天如同日月当空，普照天下，黎民百姓尽得甘霖。所以这些举措都弄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公元690年，武则天在自己儿子李旦还有文武百官拥戴之下，改唐，国号为周，自己正式成为大周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代理。我终于成为前无古人的女皇帝，改大唐为大周。这一年我67岁。誉王陛下武则天用过30年苦心经营，自己爬到了皇帝宝座上。首先咱们得说武则天在这方面积攒了人脉，积攒了能力，在这方面是有备而来。另外一个，为什么说后世也出现很多像武则天这样女强人，怎么就没当了皇帝呢？武则天这一次当皇帝，给了后代很多皇帝一个警示，就不能小瞧女人。所以唐以后的很多朝代对于后宫干政女人专权做了各种各样的制度上的设计，就不能让她来当皇帝。所以慈禧那么大能耐，垂帘听政，
说为什么唐朝会出现这事儿呢？唐朝的妇女和男人之间地位相对接近平等，观念比较开放。你这么看吧，你看着这个后边明清时期，那女人穿素，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哪儿都不能让人看见。你看唐朝时候那壁画和现在留下艺术作品，那女的穿的都是薄露透，而且低胸的多。就说这个时代，她女性解放的时代。就后人有说唐朝为有情治天下，宋朝为有礼治天下。你看现在一说束缚女性的封建的这些思维叫宋明理学，是宋以后这些东西才出现，唐时候相对开放。所以武则天能位登大宝，她自己的能力是一方面，也正赶上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这才有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我们上一集呢给大家说了，这武则天呢经过30年的苦心孤诣，终于呢一步一步的爬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大唐国号呢为大周。那么这个过程大家知道，他先是把自己的儿子这个中宗李显废掉，贬为庐陵王，然后让自己小儿子呢李旦上位，这历史上称为唐睿宗。然后后来公元690年嘞，这唐睿宗李旦和文武百官一起拥戴自己的母亲武则天，成为大周的皇帝。那么武则天上位了之后，这个时候他已经66岁了，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就说你66了，可以说吧，过去中国社会皇权路尽，你还能活多少年？那么你死之后，这个天下传给谁？那过去好办呢，皇上是男的，他死了之后就儿子接呗。可是武则天开天辟地头一个女皇帝，这个皇位谁继承？这个时候武则天马上陷入了这个问题，两难怎么办？趁其变身立嗣，如若按照惯例传位给儿子，那么李氏子孙定会恢复李唐王朝，不周王朝便会一代而亡。若是传位给侄子，又无法保证自己的利益，那么武则天最终是如何绝郡的？他的子与侄围绕皇位又展开了哪些斗争？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武则天继承姓啥不就是个符号吗？你让他那儿子李旦再回来，给他改个姓，你叫武旦得了。武则天一开始就这么想的，他把他的儿子招回来，就是这个唐睿宗李旦，你回来，回来干嘛呢？我立你为皇嗣，其实就是跟太子差不多。然后赐姓武，你改姓了，别姓李的姓武，这不就接我的天下了？他想的倒是很好，可是问题老武家人不干。你像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意见最大，说我姑姑当皇帝，我可是立下汗马功劳啊！因为这武承嗣一肚子花花肠子，各种各样鬼心眼，而且为人心狠手辣，确实给武则天的上台出了不少力。他这不干，所以他一直看着皇嗣李旦不顺眼。这一次狄仁杰与魏延忠等人必死无疑。若再以谋反之名加之于李旦，则李旦必处。如此，既不会再有人与为兄争太子之位。来，但是一开始对这个李旦发难的，倒不是这个武承嗣，是谁呢？坏到女人身上。这武则天身边有几个得力的助手。你看武则天是女的，太院用女官，咱都知道有个上官婉儿，这历史闻名的。其实她身边出名的女官不止上官婉儿，还有一个宫女出身的女官叫韦团儿。这个韦团儿呢，时间长了看上李旦，为什么呢？她琢磨这女人你最后还不得嫁个男人，不得找个大靠山吗？这皇嗣李旦一旦武则天死了，他就是皇上嘛，这我要傍上他不好了。所以这韦团儿有意勾引李旦。其实这事武则天最清楚，她当年进宫时候伺候唐太宗，她怎么勾引她丈夫唐高宗的，也是用这手段勾引。可是这时候李旦呢想的玩很多，他说我母亲呢这个人心狠手辣，那为了上皇位什么儿子不儿子的，他这样你说我再跟他身边的人有一腿，这让他知道了怎么办呢？我哪敢呢？这一不敢，韦团儿就得颜面尽失。好，
你不让我过好是吧？我也不让你过好日子。这伪团想办法要陷害李旦，他可没直接攻击这个李旦。他说什么呢？说他儿媳妇儿李旦有2个宠妃，一个窦氏，一个刘氏。说这俩女的背后啊，天天在念咒呢。咒的天，这献之礼者，皆是皇嗣。就这么着，这伪团儿设计陷害人更上升李旦自为就把这事告了。奴婢伪团儿，恭祝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团儿，你突然来见朕，是不是东宫有什么事？是陛下。奴婢亲眼所见，刘窦二妃正在东宫大行验圣之术。奴婢在刘窦二妃床下都发现了验圣木人，上面都写着陛下名字，身上都插着穿心钢针。如此可见，此2人每晚都在诅咒陛下。武则天一听呢，这里边是不是有诈？但是你记住，身居高位的人有个特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这事没有，那一了百了的，皆大欢喜。那万一有呢？我这皇位不危险了吗？所以他一定得留一手。就这么着，这个事发生没几天，赶上过年，大年初1呢，按规矩呢得祭告天地。往常祭告天地，那必是武则天带着自个儿的儿子李旦去。这次武则天没带李旦，带谁了？带2个侄子武承嗣和武塞资去。这可不是好事。大年初1之后，第2天初2，突然武则天宣诏，让自个俩儿媳妇刘氏和窦氏进宫。这2位进了宫之后，一去不回。女的吃啊！你们知道朕为什么叫你们来吗？皇上恩典，儿臣荣幸万分。自不知你们是不是觉得朕已经老了？皇上不老，皇上耳聪目明，青春常在。对，青春常在。喂，吃吧，好好吃吧啊！今天这顿饭就是送你们上路。皇上饶命，皇上耳父饶命，皇上我们冤枉，我们冤枉是冤枉的。在呢，白人呐，在把他们弄走。结果这个过程就看出来，皇嗣李旦一点点要失宠。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武则天继承人之争。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么这个事情呢，不足以一下子把这个李旦呢给打击了，就说从此之后武则天就要把你废了。所以身边仇视李旦的人呢，还得琢磨我进一步害他。其中这武承嗣劲头最大，因为把他搞倒了，那可能皇位就轮到老武这人干，轮老武这人他是头啊，就轮到他了。所以他派很多细作的给我盯住，找机会怎么能够诬陷李旦。其实李旦很胆小，而且也明哲保身，他不敢这个那。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而落，你不找事，事找你。这时候呢，有一个内侍说白就皇宫里边伺候皇帝的，这往往多数都由太监承担，也有不是太监的。这个内侍叫范云仙，他出去见李大夫安参见，这个事其实是违制，违背规矩，所以这种沟通是犯忌讳的。这范云仙来找李旦，李旦没办法也得接待呀。结果这个事儿被武承嗣的人看着了，添油加醋的，这武承嗣就把这事汇报给自个姑武则天。陛下，知臣得知，昨日午后，裴斐公范云仙去过皇嗣宫里私见皇嗣。私见皇嗣，意欲何为？裴范2人与皇嗣大人所言何事？直臣不得而知。但大臣私见皇嗣，安律当处重罪。此2人竟是驳法于不顾，以直臣之见，必有重大干系。朕屡次3番申斥重臣，不得私下夜见皇嗣。此2人到底是何居性？以直臣所见，此2人一直大言兴唐，私见皇嗣，
莫不是图谋复唐之弊？直臣愿承君命，细查此案。结果这个事往上一报，武则天可真上心。为啥？犯忌讳这事啊，没有大事一个内侍，跟皇子勾搭什么呀？谈什么呀？最起码是把我宫里有些内幕消息透露给他了。再一联想，那2个小木头人纣啊，这恐怕要有事儿。所以武则天内部成立个案件调查组，派谁去呢？有名的酷吏来俊臣，让他来调查这个事儿。武则天时期呢，由于她是女皇帝，很多人要反她，所以武则天对这个镇压反对她的人特别上心，用什么呢？严刑峻法。所以武则天时期任用了很多酷吏，就很残酷的这种审讯官。名气最大的2个人，一个周兴，一个来俊臣。来俊臣是后起之秀，有个著名的成语叫请君入瓮，就说这个事儿。就这周兴一开始得宠，到后来呢，武则天也不信任他了，怀疑他，就让来俊臣审周兴，以毒攻毒。来俊生如想个什么办法呢？请周兴啊到家里呲大嘴装，请说大哥，你看你的这酷吏里你老大，我后来的，我现在遇到困难。大理寺把一个犯人下到天牢里头，我是严刑拷打呀，老虎凳拉脚水，我该使的全使上了，他就是不招。大哥，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招？周兴说这事儿好办，难不了大哥我告诉你，来兄，你去整么一个大瓮，等大瓮四周架上柴火，将囚放投入瓮中，刺之能受，痛之难忍。这一招能令其生不如死，就是铁嘴钢牙，也会立其招供。妙，厉害呀！到底是周兄的。来人，在。来大人有何吩咐？你马上去取一只大瓮，四周架起柴火，点火烧瓮，不得有误。够兄，请今入瓮吧。周兴一看，完了，这是天后的旨意啊，这是非要收拾我哎！1五1十，该说不该说全说了。所以这个酷吏审案，你记住一点，没事都给你审出事了，更别说你有事。所以这是酷吏对社会最大的一个危害。那么由来俊臣审李旦、王府这些人，这可坏了，你就一点事没有。李旦是肯定无谋反之意，但是一审，他们100%的给你审事。一说太子有没有谋反之意啊？那你看见魏元忠了吧？既然你什么都没看见，那还要这2个眼珠子干什么？别的烫我，唱，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韦元珠和太子没逢了，我看见韦元珠。可是这个时候，一个对李旦忠心耿耿的乐工救了他。什么乐工呢？就是府上啊，捶捶打打呀，演奏我是乐器啊，这样的侍从。这个乐工呢叫安金藏，保全自己的性命，竟然审他的时候有气我打他，突然间随身带着佩刀拔出来。太子殿，当然那等不可能是长刀，就这么短匕首，不信一拿着匕首说你们别审，掏出来看看，我敢用我自己性命担保，我家主公李旦绝无谋反之意，不信我把心挖出给你看。噗，一刀，皇上驾到。皇上，太子殿下没有谋反之意，我可以把心掏给圣上。你说的话朕都听见了，看来朕了解自己的儿子还不如你。叫御医要救活他，结果这个安金藏这个举动打动了武则天。武则天呢，把这残存的母爱又唤醒了，
又召见李旦，意思你没事了啊？我也不相信你能谋反。可是这个事儿过去是过去了，他有人过不去。就刚才我说武生司，就琢磨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我没扳倒你啊，我得想办法呀。扳不倒你，我在别的上下功夫。这武承思呢，就会同满朝文武，一整弄个5、6千人联合签名啊，希望母后成为圣神皇帝，越古圣神皇帝，丢弃牌坊。武则天这时候呢还真有点小感动，就说我这侄子还真不错，说我能不能立他当皇帝呢？取代这李旦呢？想来想去，他都觉得，一方面这老武家人，他本能的希望说这天下还姓武，但是又一想呢，这武承思是个什么人，他也知道，卑鄙小人一个，阴谋诡计，心狠手辣。这他要上来自己一死，老李家人就完蛋了。李显、李旦都是自个儿子，他能放过吗？这侄子将来要害自个儿子呀，这事儿不好办。为这时候武则天想的，这事儿怎么定呢？哎，这个问问大家吧，看看当朝这些老臣怎么看。撒大往事征询意见，启奏圣上，近日来神都数千百姓每天到宫门前请愿，声言为五州帝国千秋万代，请皇上册立魏王做太子，入主东宫。臣以为民心就是天意，请皇上顺天意而行。哦，陛下，先帝是陛下的夫君，太子是陛下的亲生儿子，陛下现在是天下的君主，天子之位理应由子孙继承才恰当。若把天下传给武承嗣，先帝高宗必不接受异族血食。我谈一推也有道理，你这事就僵到这儿了，到底给谁呢？不好弄了。万般无奈之下呢，武则天想起一位老臣国老，这个人很有名啊，电视里也有他，电影里有他，大唐狄仁杰。武则天问他说，我昨晚上做个梦，我梦着一个彩色大鹦鹉，那才大了，俩翅膀折了，您给我解这梦什么意思？臣以为梦中的鹦鹉与陛下的武姓同音，鹦鹉的双翅就是陛下的儿女，翅膀折了，天子也就无处可飞了。武则天一听说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哎，赶巧就在这个时候出点事儿，就西北啊，北方有少数民族崛起了，这就后来咱们大宋武总说这个事儿。契丹崛起之后呢，他要打这个，原来他一直是唐的属国，这回又成大周属国，这回要来攻打大周，他得名正言顺的以什么理由呢？就说我原先归附于唐，那是不归附老李家，以武则天上来你不是老李家的，我就不是你属国了。我打你目的是什么呢？帮助我原来那个宗主国恢复正统，恢复李唐，所以以这个名义攻打幽云16州，就现在南国北京以北这一块。当然这个战乱很快就平了，但是武则天一琢磨一打听，说攻打过来时候真有不少汉族人跟着契丹一块造反。武则天说，你看我上任时间也不短了，登基还有这么多人想念李唐，就说我这五州天下毕竟不是正统嘛，所以这时候他觉得这天下还应该给自个儿子。那么给谁？这边是小儿子李旦，还有个被贬的庐陵王李显15年没有回到王位上了。那么就在这时候，武则天有2个男宠，非常得他宠幸，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忠诚。这2个人呢，这时候向武则天进言，应该用庐陵王李显。他说你得这么想啊，你先在陛下担心，用武承嗣，用武三思，你的儿子性命不保。那反过来呢，真你儿子上来，李旦又上来，这么长时间，这武承嗣可逼而计害他的。要你儿一旦上来，你100年之后，你老武家这一脉也不保啊，武承嗣、武三思可能就得满门找斩的。他说我有个折中之计，你把庐陵王李显调回来，15年他没在京城，他跟老武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他上来既是李唐天下，保你儿孙的性命，同时呢，他跟老五的没仇，又能保你侄子的性命。你看，吴敦言听这个确实有道理，就这么着，把庐陵王李显召回来，立李显为太子，要继任。禅葬丰宁庐陵王殿下，景森戒宴下。那么说，李显李旦说是亲哥吗？老李就有这传统，玄武门兵变，那李世民他杀自个哥哥，收拾自个弟弟，说他俩有没有呢？历史上说庐陵王李显李旦争皇位，有没有这事儿？没这事儿。为啥呢？李旦主动退让，当朝不少大臣支持李旦，说李显这都多少年没回来，你提他干嘛？李旦主动说，我让我三哥比我有能耐，我不争。其实这不是李旦第一次让，李旦历史上总共3让皇位。头一让就是我们说公元690年，他带领文武百官把这个皇帝让给自中宗，这是一让皇位，挨9之逆，而臣受天下万民之托，经武后神皇称帝，自儿臣武系王弼。既然如此，我虽无德，也只好从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二让皇位就是这一次让给自己三哥李显，你来挡我不挡。三让什么时候呢？这后来武则天死了，李显唐中宗继位，他皇后姓韦，这韦皇后别想当皇后亲，所以当唐中宗李显死了之后，这韦皇后就要发动政变。幸亏呢，这个时候有2个人站出来了，一个是当朝公主长平公主，她站出来了，很有势力。另外一个人就是李旦的3儿子李隆基，这2个人联手诛杀韦皇后，把这个天下保住了。然后李旦这么接替自个哥哥吗？中东李显退了，由李旦登基，所以说历史上李旦第2次又登上皇位了。但是在皇位上待了没多少天，李旦马上下令，他上来就立自己的3儿子李隆基为太子，然后隔了几天20多天，把这皇位传给李隆基，我退。所以历史上李旦3让皇位，你琢磨琢磨他为什么要3让皇位？他可能自己觉得能力不够，更主要一点，自个母亲很强势，自个这3哥呢两面讨好，老五家也支持这意见。等自己的儿子那时候已经成长起来了，他反而成为这个势力当中夹缝状态里最弱的一个。如果他还在争皇位，就和别人产生激烈的利益冲突，就四处树敌，以他的能力扛不住，恐怕小命早就不保了。所以我说人生从李旦这看呢，有一种这种不争的哲学，你没了2下子，啥事别往前抢。立威修夫重武，言轻莫炫人，路逢险处须当避，不是才子莫因师。你只有在不争的时候不树立敌人，你才可能更好的保全自己。所以这也是咱们从李旦3让皇位当中得出来的人生哲学。